很多人都不知道，40年前，在湖北和四川的交界地带，差點就成立了一個新的省份——三峽省。這並不是民間傳聞，是中央正式規劃、組建籌備組、落地實操整整1年的真實省級建制方案。而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當年籌備中三峽省的省會——湖北的宜昌市。可能很多人沒有聽說過宜昌這個名字，但我說一個數據，你肯定會震驚。宜昌是中部5省人均 GDP 最高的城市，連續多年力壓武漢、長沙2大中部核心省會，大幅領先安徽、河南、江西所有城市。今天我們就講一講三峽省和宜昌市的故事。早上，我打車來到宜昌的長江邊，江面之上霧氣凝結。雖然我在長江下游的江陵縣生活了10多年，但從未見過這樣霧氣低垂在江面的情景。可能因為宜昌是山區，而江陵是平原。這裡是宜昌的過早一條街，在湖北的很多地方吃早餐叫做過早。恕我直言，這裡叫做過早一條街，多少有點名過其實。做早餐的商鋪並不多，也就4、5家的樣子。除了一家有人排隊的紅油包子鋪，其他幾家都是規模很簡陋的小路邊店。紅油牛肉包子是宜昌最著名的小吃，我買了2家品嘗，味道有些辣，還有一些疊加了麻和其他偏重的口味。對於我而言，宜昌的紅油牛肉包子就像卡戴珊，而我老家荊州的鮮肉包就像劉亦菲。不是卡戴珊不好，只是我更喜歡劉亦菲。從過早一條街步行幾百米就可以來到桃花嶺飯店。桃花嶺飯店是當年三峽省籌備時的籌備組駐地，這裡成為事實上的臨時省政府。全國抽調的數百名黨政、水利、規劃、民政、農業、公安系統幹部在這裡辦公。走進桃花嶺飯店，裡面樹木茂密清幽，融合巴楚文化設計。今天三峽省的故事就從這裡開始講起。上世紀80年代，國家重啟三峽工程全面論證。隨着工程規劃不斷細化，一個現實治理難題愈發突出。三峽庫區地跨四川東部、湖北西部2大行政區，淹沒範圍廣，涉及人口多，移民任務重，地質治理複雜。在分省治理格局下，2省權責交叉，統籌難度大，移民安置、城鎮遷建、河道治理、生態防護、對口建設難以統一推進。為從根本上破解庫區治理碎片化問題，中央初步決定單獨設立三峽省，以省級建制統籌三峽工程與庫區全域發展。三峽省的轄區採用沿江帶狀布局，整合川鄂2省庫區核心縣域。湖北省全域劃入當時的宜昌地區以及鄂西沿江相關庫區縣域。四川省劃入萬縣地區、涪陵沿江片區等川東庫區重鎮。籌備的三峽省，全省共轄30個左右縣市，總人口約1700多萬，省會定點為宜昌市。一旦成立，宜昌將正式成為省級政治統籌中心，承擔全省政務、移民統籌、庫區建設調度的核心職能。當時國家層面已基本敲定建制規格、管轄邊界與省會選址，整體方案趨於成熟。1985年，三峽省籌備組正式組建，為正省級籌備機構，由中央直接調配幹部統籌工作。籌備組落地辦公地點固定在宜昌桃花嶺飯店，這裡成為事實上的臨時省政府。全國抽調數百名黨政、水利、規劃、民政、農業、公安系統幹部集中駐宜辦公，搭建起完整的省級部門籌備架構。省級綜合辦公、移民專班、規劃測繪、財政對接、基層協調、工程配套調度全部就位。在短短1年時間裡，籌備組完成了海量基礎工作，全域庫區人口摸排、淹沒土地統計、移民安置測算、城鄉遷建規劃、省級機關選址、交通基建布局、庫區產業摸底、防災治理方案編制等。同時，宜昌五家港片區預留大片土地，作為未來三峽省省級機關建設用地，為後續省委、省政府、省直單位落地提前布局。當時全省建制落地，掛牌運行，只差最後正式批復。整個1985年，宜昌進入空前的建省籌備窗口期，社會各界普遍認為三峽省將如期誕生。1986年5月，中央正式發文撤銷三峽省籌備組，終止三峽省設立方案。轟轟烈烈籌備整整1年的新省份，最終胎死腹中，
核心原因有3點：一、經濟體量薄弱，不具備獨立建省條件。規劃的三峽省全域以山地、庫區、傳統農業縣域為主，工業基礎薄弱，財政體量極小，城鎮化水平低，全省幾乎無支柱產業，財政自給能力嚴重不足。一旦設省，全省黨政運轉、公共服務、基建投入、民生保障將長期高度依賴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屬於典型輸血型省份，治理成本極高，可持續性差。二、地理形態狹長，縣域分散，難以形成省級經濟圈。三峽省呈長條沿江分布，東西跨度極大，山地阻隔嚴重。省會宜昌位於區域東端，對西部川東庫區各縣輻射帶動能力弱，城鄉聯動、產業協同、交通統籌難度極大，無法形成完整閉環的省級發展格局，長期治理效率有限。三峽工程再次深度復盤，建省前提消失。80年代中期，三峽工程進入新一輪全面、嚴謹的生態、地質、移民、防洪綜合論證。工程建設節奏暫緩，方案持續優化。三峽省是為三峽工程量身配套的建制，工程建設節奏調整後，單獨設省的緊迫性、必要性大幅下降，頂層決策隨之暫緩落地。三峽省撤銷後，國家並未放棄庫區統籌治理，而是醞釀出更成熟、體量更大的優化方案。1997年，中央正式設立重慶直轄市，原計劃劃入三峽省的萬縣、涪陵、黔江等川東庫區全域，全部併入新重慶。自此，大重慶建制統一承載三峽庫區移民、治理、發展任務，既解決了跨省扯皮問題，又憑借更大人口、經濟、土地體量，具備自我發展、自我統籌的能力，完美替代了當年的三峽省構想。而湖北宜昌、鄂西片區繼續留屬湖北，形成如今鄂渝分治、協同共治三峽庫區的穩定格局。三峽省不是民間傳聞，是中央正式規劃、組建籌備組、落地實操整整1年的真實省級建制方案。它的撤銷並非方案失敗，而是國家從小省專項治理升級為大區域直轄市統籌的戰略優化。這段短暫的籌備史，也讓宜昌永久保留了曾經的三峽省會選址地的特殊歷史地位。很多人對宜昌這個名字很陌生，但實際上宜昌是一位隱形的王者。在整個中部5省，也就是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人均 GDP 最高的城市不是武漢，不是長沙，而是宜昌。用最新2025年官方數據說話，宜昌全市 GDP 突破6464億元，常住人口只有390萬，人均 GDP 高達16.5萬元。對比一下你就知道有多誇張。武漢人均16萬，長沙14.8萬，蕪湖14.2萬，南昌只有8.6萬，鄭州僅8.5萬。也就是說，宜昌的人均經濟產出穩穩排在中部所有城市第1名。很多人疑惑，宜昌不是省會，人口不多，名氣不算最響亮，為什麼它這麼富，這麼強？其實宜昌能領跑中部，靠的不是運氣，是別人完全複製不了的3大天然底牌。第一，它有全國獨一份的廉價綠電優勢。三峽大壩、葛洲壩都坐落在宜昌，這裡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水電之都。工業用電價格更低，對化工、新能源、電池這種高耗能產業來說，生產成本直接比其他城市低一大截，企業願意扎堆落地。第二，宜昌坐擁亞洲頂級磷礦資源。現在最火的新能源電池，磷酸鐵鋰，核心原料就是磷。別人要跨省外購原料，宜昌就地採礦、就地加工、就地造電池，形成了全國最完整的新能源產業鏈，利潤全部留在本地。第三，宜昌坐擁長江黃金水道，作為長江中上游的咽喉，大宗貨物可以低成本水運出江，直通長三角，物流成本遠優於內陸城市。靠着這3樣獨家優勢，宜昌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襲升級。以前的宜昌只是生產化肥的普通工業城市，現在的宜昌徹底淘汰低端產能，全部轉向新能源、新材料、高端醫藥、精密製造等高含金量產業。宜昌現在有2大1000億級王牌產業，第一個，新能源與精細化工產業。
我們熟知的行業巨頭全部扎堆宜昌。本土龍頭興發集團、湖北宜化是全國精細化工、電子新材料的領頭羊。寧德時代旗下邦普時代、新旺達、儲能新能源、多福多紛紛落戶。可以說，全國沒幾塊新能源電池裡就有一塊來自宜昌。第二個，生命健康醫藥產業，這裡有亞洲第一、全球第三的安琪酵母，有全國麻醉藥絕對龍頭宜昌仁孚藥業，還有東陽光、華強科技等一批隱形冠軍，產品不僅全國暢銷，還大量出口海外。除此之外，宜昌還有廣汽傳祺整車製造、長江鋼琴、黑旋風高端裝備、航空維修等優質製造業，產業含金量非常高。和武漢、長沙這種千萬人口大城市不同，宜昌只有不到400萬人，沒有大量普通服務業人口稀釋經濟數據，人人高效，產業高精，產出極高，這就是它人均 GDP 碾壓中部所有省會的關鍵原因。今天的宜昌不再是單純依靠三峽工程的城市，它靠資源、靠產業、靠轉型，穩穩坐穩了中部非省會第一強勢的位置。未來，隨着三峽水運新通道、沿江高鐵、1000億級新能源項目持續落地，宜昌的發展速度和產業實力還會繼續領跑整個中部。宜昌之旅的下一期，我將去拍攝著名的三峽工程和因為三峽工程蓄水而被淹沒的水下縣城，敬請期待。